嗨，大家好，我果子。瑜伽这种运动可以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是提高你的心灵层次。事实上，印度的总理莫迪也是瑜伽的爱好者。在莫迪的推动下，联合国还在2015年设立了国际瑜伽日。在这个瑜伽盛行的时代，甚至连我生活周遭的人都开始为了追求身心灵的健康而加入了瑜伽的行列。但你知道这个起源于印度的运动它背后的历史演变以及意义吗？有人说，瑜伽这个词的意思是指男女性器的结合，是印度古人将性爱体位记录下来的一种运动。但真的是这样吗？在这次影片中，我们就来谈谈瑜伽。说到瑜伽的起源，大约可以分为两派说法。根据一些考古的证据显示，瑜伽的历史大约有5000到1万年左右。它最早并不是一门公开的学问或技术，因此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口头传递下来的资讯，有些则会记录在棕榈叶上。关于瑜伽的历史，现代学者把它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前古典时期，这是一个缺少文字记载的时期，当时的瑜伽是一种修行的法门，并透过冥想、静坐、苦行等行为来实践。第二个，古典时期，瑜伽开始有系统的被记录下来，并从一种民间的灵修方式突破出来，成为正统。第三个，后古典时期，在瑜伽经出现之后的时期，当时认为只有苦行才是让自己达到解脱的唯一方法，因此当时盛行节食、禁欲，配合脉轮以及念诵咒语，甚至是结印来达到目的。第四个，现代瑜伽。现代瑜伽简单来说，与古典瑜伽的差别在于，古典瑜伽的重点在于修炼，目标是将真我从肉体中解放，并和永恒不变的宇宙合而为一，达到犯我合一的境界。当时认为这样就能脱离6道轮回，而现代的瑜伽是锻炼身体的，透过体位的练习、呼吸以及静坐，调节身体的肌肉、骨骼及内分泌系统，使人保持健康与身心愉快的状态。至于另一派的说法呢，就是从神话的角度出发了。湿婆，他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位瑜伽行者，也是瑜伽之神。他创造了所有的瑜伽姿势，一共840万种，等同于湿婆的840万个化身。然而，在古印度，掌握祭祀与通神权限的只有一种人，他们是谁呢？那就是婆罗门。只有婆罗门祭司，也就是最高级的种姓。当时湿婆的老婆还不是雪山神女，而是一位叫做萨蒂的女人。她的爸爸就是婆罗门祭司，名叫达刹，是梵天的儿子。如果你对于湿婆有一定的了解，你应该知道湿婆算是从深山老林走进大众视角的一位神明。当时在婆罗门眼里，湿婆不过就是个拥有神力的粗鲁之人，因此萨蒂的父亲早已对湿婆积怨已深。有一天呢，达刹举办了一场祭祀，邀请了天界众神，却唯独没有邀请湿婆。萨蒂一气之下与父亲闹翻，然后自焚而死。于是事情大条了，伤心的湿婆这才忍无可忍，先是杀了达刹，然后开始跳起舞来，毁灭了这个世界。在湿婆屠杀婆罗门之后，他回到喜马拉雅山，回归自己的瑜伽之路。也在这之后，人们可以透过苦修、冥想来直接与神沟通。湿婆将解脱的法门从掌握了通神能力的婆罗门手中夺回，交到了大众手中，而瑜伽就是他传承的解脱之路。虽然这两派的说法各自从科学与宗教的角度来试图说明瑜伽的起源，但事实上，瑜伽真正的起源至今其实还没有一个定论。光是我在网络上搜寻，就可以找到相当多种的说法。有的人甚至还说，瑜伽的历史就跟宇宙一样久远。但不可否认的是，瑜伽确实在时间的推送下，慢慢的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直至今日，古老的瑜伽修行方式仍是某些苦行者奉行的生活。说到瑜伽，很多人其实对这个名字有着相当大的误解。什么误解呢？瑜伽这个词最初来自于梵语，是牛轭或者是马轭的意思，所以比较有驯服或套上某种东西的感觉，也有获得神通力的意思。所以其实这个词是有多重含义的。除了它最初被赋予的意义以外，随后瑜伽这个词也衍生出融合的意思，这也是导致大多数人对它产生误解的地方。为什么呢？普遍大众认为邻家是男性的性器，
而优尼是女性的性器，两者从英文的字母上去组合而产生出瑜伽。即使林家真正的意思并不是代表男人的性器，但用这样的逻辑所组合出来的词汇却正好符合瑜伽背后融合的语义，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瑜伽其实就是古人将性爱体位记录下来的一种运动，这可以说是对瑜伽最大的误解。虽然说古人会对生殖产生崇拜很正常，但这并不是瑜伽背后的历史，而且更进一步来说，用这么不严谨的逻辑来将字母组合成一个词，其实也不太合理。举例来说，今天有一个人叫王小明，还有一个人叫陈二狗，接着你遇到一位叫王二狗或陈小明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与前面两位有关系，对吧？所以说瑜伽真正的词义也肯定不是这样的。那么瑜伽这个词所指的融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它指的是在精神上与神接近或是走向神的道路，然后后人根据这些基础发展出了不同的瑜伽解脱之路。这些解脱之路可以分为3种，分别是业瑜伽、智瑜伽、性瑜伽。所谓的业瑜伽指的就是透过遵守法来生活，这里的法不仅是指种姓制度与法律，还有道德指导以及不同的思想概念，算是印度的一种哲学思想。透过遵守法来在轮回中积累善报，最终摆脱宇宙无尽的循环，走向涅槃。佛教里的因果报应就出于此处。而智瑜伽是婆罗门阶层的精英所信奉的解脱之路，通过理性的思考来深邃的认知世界，参悟宇宙，从而了解神并融入神。最后，性瑜伽指的是虔诚与尊敬，透过爱神、敬神以及辨别自己心中的真神，如何正确的侍奉神，从而走向救赎。因此，瑜伽这个词在梵语的语境里面，最主流的含义其实是解脱之路。湿婆被认为是瑜伽之神，在他回到喜马拉雅山之后，便开始透过极端的禁欲来进行苦修。而这也是他传递给世人的瑜伽方式。因此在古典时期，当时的瑜伽行者认为，透过束缚自己的心念可以让自己达到解脱。他们认为肉体是束缚灵魂的监牢，而心则是控制你的工具。如果想要获得解脱，就必须摆脱心的束缚，学习控制自己的心念，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被其控制。所谓的苦修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去回避压制你的欲望，反而是你如何在接纳这些欲望的情况下还能自如地控制自己。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种折磨，但苦修者普遍认为，如果你能做那些一般人做不了的事，那你就能获得常人所不能拥有的神力。除了这些，如果你对瑜伽有一点研究，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姿势的名称都和动物有关系，例如蛇式、下犬式、骆驼式、猫牛式等。这是为什么呢？据说最早练习瑜伽的那些先贤，他们当时在喜马拉雅山上苦修时，是透过模仿大自然动物最自然的姿势来去锤炼自己的身体，约束自己的内心，来达到身心灵合一的境界，自如的控制自己。然而在瑜伽经中，其实大约只有1%的内容在描述体式，其余的99%都是在讲述瑜伽中修心的过程，包括心境的调整、自我提升以及体会宇宙的一切。所以瑜伽追求的并不是你能做到什么样的动作，而是该如何透过这些动作来控制自己的内心。当然，随着时代的演变，各门各派的瑜伽追求的东西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在练习瑜伽的过程中，你应该学到时刻的审视自我，了解自己的追求，并避免截弯曲直而丧失美好的事物。每个人无法避免的都会拥有欲望，但要如何在企图心与控制自我间取得平衡，才真的是门学问。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赶着前往终点，但当真正到达终点后，回头一看，却发现自己似乎错过、牺牲了好多珍贵的东西。因此，不管在身体还是心灵上，自如的控制自己，大概才是所有瑜伽学习者的目标。好的，那以上就差不多是这次的内容。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另外，我现在正在准备一个线上课程，目的是为了帮助身心灵领域的新手，透过学习打坐、冥想以及各领域人士的专业建议，来解决你以往想学习神秘学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的痛点。此外，我特别为你整理了10首我个人推荐的冥想音乐清单，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点击置顶留言的连结，填写简单的资讯来抢先加入我的等候名单，以及免费获得果子推荐的10首冥想音乐。好了，那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下次见。